今天我要 review 这一架帮我把奶量追回来的挤奶器 iMoney i1 Plus。Hello， 我是丽丽。记得我去年12月尾说自己重新密入前功尽废吗？那1个月半时间，我大部分时候都在用穿戴式挤奶器，大部分时候是用 i2 Plus， 也有为了 review 用了 Air Plus 还有 Tran X。这3款挤奶器好不容易才帮我追到比 1mm 还小的奶。当时我就知道要单靠这种 user grade 用户级的挤奶器来追奶会有难度，是时候去探索医院级的挤奶器了。因为 user grade 的挤奶器用来维持奶量是 OK 的，如果要追奶，医院级 hospital grade 的挤奶器就是另外一个境界的道具，比较劲操。所以我就联络了 iMoney Malaysia， 跟他们要了一架 i1 Plus 来 review， 当作给我一个机会去证实用 hospital grade 挤奶器追奶比较有效的说法是不是真的。你看这一架 i1 Plus 不小，这个就是医院级挤奶器的特点。医院级的挤奶器不可能小架的，因为它会需要足够的 power， 就要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里面的 motor。虽然它的尺寸让你无法一手掌握，但是这里有一个把手，方便你单手提起。这个机身本身的重量大概是 1.5 kg 左右，它只有一个开关 button 在上面，其余的操作都是通过中间这一个显示范围上面的触控。它的后面是充电孔，前面是插 tubing 的洞口。它的 tubing 是一条 Y 型的喉管，让你可以 single pump 或者 double pump。你要 single pump 的时候，把没有用到的那一边就这样子插在分叉位中间这里就好。按这个 button 开机，旋律响起就表示它在 standby 待机，等你的指示。这里显示操作时间，这里是电池量的显示。充电的时候，这里会显示得很清楚，要查看充电的状态是很方便的。这里有3个触控的 button， 最右边的就是按摩模式，中间是吸奶模式。这2个模式的 button 操作中按一次就可以暂停，再按多一次它就会继续操作，可以让妈咪暂停，真的是非常贴心的功能。最左边的 button 是给你开关底部的照明灯，左右两边都有一个加减的触控 button， 右边用来控制 vacuum level， 也就是吸力的强度，左边用来控制 cycle 的 level， 也就是控制节奏或者叫做速度。i1 Plus 的吸力按摩模式有6个 level， 吸奶模式有12个 level。 它的 level 1从很轻开始，吸奶模式我可以去到 level 6都不会觉得痛，而且它的抽吸方式是跟 Spectra 一样的震动式，也就是抽吸的时候会伴随着抖抖抖的感觉。我用的时候搭配了适当的节奏，它可以给到我乳房很足够的刺激，帮助到我追奶。我是在圣诞节当天收到 i1 Plus 的，当天我就开始使用，每天泵奶8次，2个星期的时间就让我追回了前功尽废之前的那个奶量。我之前花了1个月半追奶都没有什么进展，改去用 hospital grade 挤奶器就不一样了。虽然我的奶量还只是几滴的程度，这个是因为我停奶9年，制造奶的荷尔蒙不足够的关系。医院级挤奶器能够帮助我到什么程度，就要看我继续用下去会发生什么事了。还是那句，挤奶器的效果因人而异，如果你买来用，你未必会得到跟我一模一样的体验，不试过你不知道。iMoney Malaysia 的网购页面可以让你选择购买 Breast Shield 版，也就是手扶喇叭的版本，或者免手扶挤奶杯版。2个版本都是同样价钱马币699。如果你觉得我要晒有得啫，星爷说的没错，也可以799就可以全部都要了。这2个版本各有各的好处。免手扶挤奶杯当然好处就是方便了，手扶喇叭版虽然不方便，但是我一向都是鼓励妈咪们情况允许的话，尽量用手扶喇叭。一来比较容易掌握乳头在喇叭里面的位置和状况，二来泵奶的效果也会比穿在内衣里面的挤奶杯效果好。
而且手扶喇叭板随着包装还附送这一个 Milk Connector， 这一个有2个用途，一个是用来让你直接泵进去 Narrow Neck 的纯奶瓶里面，第二是你看这2个挂钩，它可以让你直接泵进去纯奶袋里面。这样子直接泵进去纯奶瓶或者纯奶袋，可以减少浪费母乳。真的，减少把母乳倒来倒去不同的容器，也可以减少浪费母乳里面的脂肪和卡路里。如果你说丽丽，可是我买了一大堆的纯奶袋，都是没有这个洞洞来给我挂上去的，怎样用啊？嘿嘿，你把这个 video 看到最后，我有一个小贴士给你。虽然 i1 Plus 很够 power， 可是它却不会吵，很多体型比它小的普通挤奶器比它吵很多。它操作的时候是震动式的抽吸，机体也不会震动到好像手机在桌面上面抖动那样。够近，加上有夜灯功能，想要半夜静静泵奶的妈咪是可以考虑这一款的。i1 Plus 在操作30分钟后会自动关机，它的包装里面有附送它专用的充电器。虽然要用专用的充电器没有用 USB cable 那么方便，但是由于它的电池很耐用，如果每次泵30分钟可以泵满12次，如果每次泵20分钟泵满20次是没有问题的。即使它只剩下1格的电池量开始闪灯了，也还可以继续把那一次泵完。所以只要你有注意着来用，再加上你是可以一面充电一面泵奶的，我相信不会有什么电池不够用的问题。总结来说， i1 Plus 可以做到传说中医院级挤奶器该有的效果。它的优点在于它有很多个 vacuum level， 还有5个节奏来让你调。它的吸力强而温柔，并且是震动式的抽吸方法。大部分的挤奶器都是直接抽放，震动式的是抖着抽。那些从来没有用过震动式抽吸挤奶器的妈咪，想要换一个挤奶器来刺激一下奶量的话，是可以考虑这一款的。或许它可以帮助你追奶。要是你目前正在坐月子中，请先不要买 i1 Plus 或者任何其他牌子的挤奶器来用，先专注亲喂，因为太早使用挤奶器或许会对你的奶量有不良的影响。我担心以后塞奶的命运会跟着你。i1 Plus 不是自称 Hospital Grade， 它是真的有达到 Hospital Grade 的水准的挤奶器。它的价钱也是医院级水准挤奶器之中最便宜的，马币699就可以买到，加多100块的话就可以让你免手扶、手扶2种方法来泵奶。然后由于它的挤奶杯是跟 iMoney i2 Plus 穿戴式挤奶器是共用的，如果你本来就拥有 i2 Plus 的话，你只是需要去 iMoney Malaysia 的网站买这一个 White Cap 就可以当做 Hands-free Cup 来用。最后它的电池耐用，操作也很安静。至于它的缺点，刚才我不是说它的震动式抽吸方法或许可以帮助到你追奶吗？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我曾经遇过某位有 dimmer， 也就是烦躁喷奶反射的妈咪，她用这一类挤奶器会更加受不了，用没有震动直接抽吸的挤奶器则比较可以忍受。当然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啦，我说出来就只是想要让大家决定买之前要留意这一点。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它的机体体型大，也有一点重量，不是轻便型的，放进包包也要考虑到包包够不够大来装，所以不大方便带进带出。偷偷告诉大家，我其实被一个问题困扰了很久，我一直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读错iMoney的名字，看到中文版的名字叫做伊曼尼，就让我在做这个 video 之前有想过，是不是应该改口叫它伊曼尼呢？但因为这个牌子是韩国牌子嘛，我就去搜索它的韩国原文怎样称呼。答案是 iMoney， 我没有读错耶。好了，最后要让大家看看要怎样给普通的纯奶袋加上2个洞口来挂在这里呢？其实买一个 ID 卡喷车就好。
今天就到此为止。如果你想要看我做的其他的挤奶器 review 的话，你可以点在你屏幕上出现的链接。拜拜。